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Maker Talk，我是马科。今天呢是3月8号，国际妇女节，咱们呢来聊一聊直觉、共情、自控力，还有就是女性怎样呵护大脑。这个好像点比较多啊，其实就一个。那么咱们呢，首先先从一个特别的机构说起，这就是美国一个基金的机构，它的简称是 FFF。翻译过来叫做女性创始人。它特别在哪儿啊？就是只投资女性，男性一律不投。很多人呢一开始就挺纳闷，这不是明摆着歧视我们男性吗？这生意能做好吗？事实上人家不仅生意做得好，而且呢，现在 FFF 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服务于女性创业者的种子基金之一。那么他们为什么只投女性呢？首先是业务模式决定的，这个不难理解啊，就是 FF 投资的项目女性产品居多，比如专门服务于妈妈们的社交 APP， 再比如女性专用剃须刀，再比如婚庆公司。毕竟婚礼这件事往往是女性的发言权更大一点。而值得注意的是FFF 毕竟是个基金公司，他们不是慈善机构，他们投资的第一前提肯定还是要项目本身足够好。至于只投资女性，只是一个门槛。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说我不服，男性也可以把女性消费品做得很好啊。这就要说到 FFF 给出的第3个理由，女性有独特的优势。借用 FFF 创始人阿努的原话，他说女性创业者的眼光会更长远，尤其在涉及资金使用、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方面。换句话说就是女性的大脑在某些方面比男性更有优势。那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接下来咱们先把 FFF 放一边，重新聊聊大脑的事儿。首先呢，女性的大脑到底是不是真的比男性有某些优势？这不是一个社会性的性别课题，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因此呢，咱们得看看科学研究。根据科学研究呢，女性的大脑确实有优势，还真有啊！各位男同学咱们就算不服他也没有办法。而且做这个研究的不是一般人，这个人叫丹尼尔·亚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脑科学家。而且呢，更厉害的是，他已经在全世界搜集了10多万份大脑的扫描图。什么概念这意味着全世界最大的脑科学数据库之一就在这位亚蒙的手里。那么针对女性的大脑，亚蒙这个庞大的数据里统计出了什么？我来跟你分享一下。我觉得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也就是女性的大脑有4个方面比男性大。注意虽然以前很多人都说女性大脑比男性小，但其中呢一部分原因是由体型决定的。男性他个子大，脑袋自然就大。同时呢，你肯定听说过一个说法，人的大脑使用率是很低的，大部分脑区并没有被充分使用。从这个角度，脑袋大小跟大脑能力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相关联性，因此呢，不能拿大小来说事儿。接着咱们就回来继续说女性大脑的4个大。第一个大是女性的前额叶皮层比男性更大。前额叶皮层是大脑的语言中枢，同时呢，也被称为大脑的刹车系统，也就是用来控制冲动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女性往往语言天赋更高，而暴怒的时候要比男性少。第2个大是女性大脑的边缘系统
更发达。边缘系统是大脑的情绪中枢，它越发达，你的心思就越敏感。这就是为什么女性的同理心往往比男性更强。第三个大是女性的海马体更大，海马体是大脑的记忆中枢，它越发达，你的记忆性就越好。第四个大是女性的脑白质体量更大。所谓脑白质呢，是大脑里的一种神经物质。为什么叫白质？是因为它被一层叫髓鞘的脂肪包围，而髓鞘是白色的，因此叫白质。白质的作用就是有点像大脑里的高速公路，能让各个大脑之间的协作更顺畅。说白了脑白质多意味着联想能力更发达，能同时调动很多不同的脑区，展开协作思考。注意注意，这四个大都是生理层面的刚性结论。我可不是为了讨好这些女同学，然后说点什么她们爱听的话，只是一些实话罢了。那么这种大脑特征会导致什么呢？有这么3个优势。首先呢，是更强的直觉。比如开会的时候，某个人有话想说，但欲言又止，大老爷们可能就注意不到，但是女性就更容易注意到。再比如公司里有人要离职，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早有察觉。现在已经有一个普遍的科学解释，它是很多种微小感觉的总和。因为女性的大脑白质更多，而这个白质能够帮你把这些微小的感觉整合在一起，得出一个总体的直觉。其次呢，是更强的共情能力，这是基于直觉的衍生能力。估计不用多说，你也能理解这个共情能力有多重要。咱们直接上结论哈佛商业评论曾经发表过一个研究，招募了几十个志愿者，分成了若干组，每个组都具备某种指标性优势。比如有的组智商更高，有的组学历更高，有的组呢年龄就更大，经验更多，还有等等等等。然后让这些小组去完成几项有难度的任务，你猜猜哪个小组表现得好？不是智商或者学历更高的小组，而是女性最多的小组。研究人员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女性的共情能力更强，这有利于与陌生人之间快速展开协作。最后是更强的自控力，这是因为女性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更大，前面也提过这让女性有更强的自控力，遇事更谨慎。比如呢，根据研究人员的统计，是吧，在那些带有危险性的举动中，比如飙车、攀岩、极限生存，女性受伤的概率是男性的1/4。好，这是女性大脑的3种优势：更强的直觉、共情、自控力。但是凡有收益必有代价。具体的原理呢，咱们也就不展开了。简单说直觉和共情，这都属于自动运动的能力，即使你不去主动调动，大脑呢也会不自觉地启动这个能力。这就意味着大脑处在一种较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因此呢，从这个角度看，女性的大脑呵护就显得更重要。那么应该怎么做呢？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么3个建议注意，这3个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对男性也适用。第一是少吃糖，少吃糖。注意注意，
不是怕你变胖，而是糖会抑制身体里睾酮的分泌，吃糖越多，睾酮水平越低。那么睾酮有什么作用呢？它的第一种叫五羟色胺，这个东西啊是促进剂，能让五羟色胺更好的工作。那么五羟色胺又是什么呢？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想象成是一种乐观因子，也就是你体内的五羟色胺水平越高，你的性格就越是大咧咧的，而男性的五羟色胺天然就要多一点。这就是为什么男生总是大大咧咧的，而女性的五羟色胺水平相对较低。这就是为什么女生容易心思重。当然了，前面这些名词都不用仔细记啊，记住结论就行了。女性要少吃糖，少吃糖，少吃糖，因为它会抑制你体内的乐观因子。第二，要吃粗纤维食品，少吃精加工食品，因为粗纤维食品会帮你中和掉肠道中的有害雌激素。注意啊，是有害的雌激素。要知道，雌激素不是一种激素，而是一种激素的统称，包括雌二醇、雌三醇等等。而雌激素并不是有利的，也有的雌激素是有害的。而粗纤维食物的作用就是能跟肠道里的一部分有害的雌激素结合，然后让它们随着消化排出体外。亚蒙甚至还说过一句话，叫面包越白，死得越快。注意啊，这可是亚蒙的原话，不是我编的啊。之所以那么激烈的语气，就是因为少吃精加工，多吃粗纤维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太重要了。第三一个就是越容易吃撑的东西越要少吃。研究人员发现啊，一个东西之所以容易让人吃得撑，是因为这个东西里啊有一些有害的脂肪，向大脑呢释放欺骗信号，让大脑忽略自己已经吃饱的这个事实，继续吃，可不能吃撑了。这就是为什么说越容易吃撑的东西越要少吃。总结一遍啊，呵护大脑有3个方法。第一个是少吃糖，第二个是多吃粗纤维的食物，第三一个就是越容易吃撑的东西越要少吃。大家记好了，大家要记好。当然，女同学要记住这个叮嘱，男同学记得分享给身边的女同学吧。